红军老祖也称红元老祖、诸天道尊，有人说他是仙界的天花板，也有人说他主宰整个宇宙，有重整时空秩序之能，弹指间可再造天地万物。他本是盘古和太元圣母之徒，居住在紫霄宫，座下有徒弟3人，分别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以及2名童子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创世大神盘古为开辟洪荒奉献了自己的身躯，身体化为山川大地、日月星河，将元灵大道传于红军老祖、混坤祖师、女娲娘娘和路亚道君4人。4个人当中，唯有红军和女娲悟得天道，成为宇宙的主宰者。西汉4子讲德论中有云：夫红军之事，何物不乐？红军指的是天下太平盛世。在民间传说中，山西介休、辽宁本溪等部分地区有很多红军老祖的传说和遗迹。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红军老祖只出现过1次，因为地位身份太高，几乎没有参与封神大战具体事宜，但整个封神计划都是他和女娲娘娘一手策划，交于元始天尊实施。可以看出，红军门下势力遍布3界9州，如首阳山八景宫的太上老君、昆仑山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蓬莱岛碧游宫的通天教主、灵鹫山圆觉洞的燃灯道人等等300多座仙家名山，统统都在红军老祖的掌控之内，座下门人更是数不胜数，主要以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3教门人为主，横跨儒释道3家之内，占据天地人3界之地。仙苑编著中有云：大道自然，混沌之先，一气凝化，盘古生焉，天皇东历，王母西玄，伏羲八卦，宣后5篇，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初开的思考，以《周易》和《道德经》的思想为根本，即认为大道在混沌之先，为万化之宗祖。盘古真人的元灵大道在传给4位徒弟后，最终与天道的接班人元始天尊合体。换句话说，元始天尊继承了盘古的元灵大道，成为下一任天道的主宰者。红军老祖身边的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仙苑编著《元始上真纪》中云：忽生太玄玉女在时间，人形具足，天资绝妙，号曰太元圣母。2人生前为后人留下遗物，名曰金龟玉蝶，归红军掌管。万年之后幻化为一男一女2名童子，名曰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之后九光玄女嫁给了东皇太一为妻，东皇太一死后，灵魂与哥哥青阳童子结合，本来是兄妹关系的2人有了夫妻之名，却不住在一起。九光玄女居住在西昆仑的瑶池，自称西王母，统领女仙；青阳童子居住在东海蓬莱岛，自称东王公，也称扶桑大帝或东华帝君，统领男仙。仙苑编著中记载的元始天皇就是盘古，曰：元始天皇与太玄玉女，生扶桑大帝，又生九光玄女，即西王母也。东王公主张清阳之气，西王母主阴柔之本，调泄阴阳，而品物咸亨矣。也就是说，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代表着阴阳两仪。物真篇有云：道自混沌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东王公通过千万次渡劫修行，晋升为昊天上帝，封神大战之后成为统御万圣的玉皇大帝。因此红军老祖门下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仙界圣人。封神大战之后，红军老祖为了平衡三界格局，稳定仙神秩序，划拨了10几名徒子徒孙去了西方教，成佛的成佛，成菩萨的成菩萨，比如燃灯道人、居留孙、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灵宝法师、多宝道人，由掌管天地人三界的三清主持调整事宜，自己则回归了紫霄宫。那么问题来了，像红军老祖这样的人物，他平时都干点什么？是研究先天至宝，还是琢磨宇宙三界之事，又或者是云游时空，去其他星系里喝喝茶、下下棋呢？在《封神演义》中，最厉害的人物就是红军老祖了，他乃是天道的代表，更是在书中地位最高的人物了。他有3个徒弟，分别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在书中的元始天尊联手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欺负通天教主，让通天教主损失最大了。尤其是在封神一战中，那通天教主的弟子几乎都是封神榜上的有名之人。但是要是论红军老祖的3个弟子单打独斗的话，最厉害的我应该就是通天教主了。传说红军老祖乃是为众仙之祖、众圣之师、天道圣人的老师。红军又称红元道祖，红元指天地未开、虚空未分之际的宇宙本始状态，所以又有人认为那红军老祖就是盘古大神了。在书中这么介绍红军老祖的：高卧九重云，蒲团了道真，天地玄黄外，吾当掌教尊。盘古生太极，两仪四象循，一道传三有，二教产节分，玄门都领袖，一气化红军。因此那红军老祖的3个弟子更是先天圣人了，尤其那通天教主更是厉害的不得了。通天教主乃是红军老祖的最小弟子，天赋悟性极高，所以也是红军老祖最喜欢的一个弟子了。在书中那红军老祖的很多法宝都是给了通天教主的，尤其是很多先天法宝。而那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法宝大部分都是后期他们自己修炼出来的。还有那通天教主的那诛仙剑阵和万仙阵实属厉害，要是元始天尊或者太上老君自己一己之力绝对是无法破阵的，说明了那通天教主的实力绝对在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之上的，最高也就是请来了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前来一起破阵。记得在一个简简单单的三霄娘娘补下的九曲黄河阵，都奈把元始天尊门下的12金仙削去顶上3花，最后还得找元始天尊才能破阵。可见要是三霄娘娘的师傅通天教主补下的阵，估计那元始天尊自己一人绝对是没法破阵的。在封神大战之前，通天截教乃是红军玄门第1大教，享有诸神参拜、万仙来朝之美誉。众所周知，在神话传说中，只有蓬莱岛才能与昆仑山比肩，而且蓬莱岛身处东海，又是以灵药仙草闻名洪荒之地，这点正好与碧游宫乃是在海岛之上的场景吻合。阐教的道场在昆仑山，那么与之齐名的截教的道场岂会是寻常之地？在书中的78回中，元始天尊是这么介绍诛仙剑阵的：此阵有4门，得4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老子曰：我与你只顾得2处，还有2处，非众门人所敢破之阵。此剑你我不怕，别人怎么经得起？在文中，这4把诛仙阵，那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也就能镇住2把，最后还得请来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前来助阵。所以说那通天教主的实力可是远远在那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之上啊。在书中，那太上老君对战通天教主使用了一气化3清，文中这么说的：老君修得气分身，一体玄功各扬名，同拜红军修道德，原是一气化3。这只不过是那太上老君使用的一个障眼法，骗过了通天教主而已。就算那太上老君使用如此玄功，也未能伤害到那通天教主，所以那太上老君的实力也未必打得过通天教主。总之，那通天教主的实力在《封神演义》中绝对是在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之上的，可以这么说，那通天教主的实力仅次于红军老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